你以为自己每天搭的是地铁和巴士，但对新加坡政府来说，那其实是一个每天能稳定触达约700万人次的公共入口。今年为欢庆新加坡建国61周年，配合主题未来无限，前进吧，新加坡，6条地铁线的部分列车和10条巴士路线的部分巴士，从7月16日起到8月31日，陆续披上国庆新装。表面看是节日包装，实质上是在最不容易被跳过的生活场景里，把国家叙事、政策方向和社会情绪放进你的通勤路径。为什么是交通？不是商场，也不是社交媒体。因为在新加坡，公共交通本来就不只是基础设施，它本身就是国家运作的一部分。今天我们就从这件看起来很轻的新闻拆开看，新加坡怎样用交通把政策放进你的生活。先把背景讲清楚，因为在新加坡，公共交通不是少数人的选择，而是大多数人的日常。土地有限，用车成本高， ERP、停车费、COE 这些现实决定了很多家庭就算买得起车，也未必会把车当成唯一方案。对更多工薪阶层来说，从祖屋出门走到巴士站，进 MRT 转线，再走到办公楼，这就是每天重复2次的生活轨迹。路交局长期推动 Carlight， 也一直把公共交通分担率设成明确目标。在 Land Transport Master Plan 2040里，政府延续的是同一条方向，让更多日常出行通过公共交通、步行和骑行完成。更早之前，官方也提出过，到2030年高峰时段，公共交通分担率达到 75% 的目标。意思很清楚，政府不是把公共交通当成补充工具，而是把它当成城市主干系统。既然它是主干系统，它就一定会承载更多任务，减碳、效率、秩序、包容，甚至国家认同。对本地上班族、学生、年长者，甚至刚落地的新移民来说，最先感受到的新加坡，不是政策文件，也不是新闻发布会，而是地铁站、巴士站换成走道和刷卡闸门。政府当然知道，真正高频触达人的地方不在口号里，而在通勤里。我们先讲第一个关键判断，新加坡公共交通会变成治理工具，不是因为政府特别喜欢宣传，而是因为它同时满足了4个条件。第一个叫高频，通勤路线大致固定，重复本身就会制造记忆。第二个叫刚需，你去商场是选择性进入，你搭 MRT 和巴士很多时候是必须。第三个叫低逃离成本，你在月台等车，车厢站立，转换站步行时，注意力会自然落在环境提示、色彩、符号和广播上。第四个叫全岛覆盖。根据 LTA 数据，新加坡公共交通每天大约有700万次乘客旅程， MRT 和巴士网络把祖屋区、学校区、商业区、医院区都串了起来。只要 LTA 和运营商协同，一套主题就能很快从单点变成全岛可见。这次就是很典型的例子。LTA 与国庆庆典筹委会携手4家公共交通业者，从即日起到8月31日推出国庆主题列车和巴士。10条披上彩妆的巴士路线包括50、62、67、85、102、161、169、190、856和963。你看，这就不是一辆车好看而已，而是一整套公共接触面被统一调用。更关键的是，它传递的也不只是节日气氛，它在告诉你，这个国家的公共系统正在一起运作。节庆不是孤立活动，而是行政机器、运营体系和公共空间共同配合的结果。换句话说，700万人次不是一串漂亮数字，而是一个可以被稳定调用的社会接触面。第二层，我们要拆的是很多人最容易看漏的一点。新加坡公共交通看起来有不同运营商，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谁赚钱谁说了算的市场。真正定节奏的还是政府，准确说是路交局 LTA。 为什么这点重要？因为只有理解这套结构，你才会明白为什么一套国庆主题装饰，一个公共传播方向，可以在不同线路、不同车站、不同运营商之间这么整齐的落地。新加坡这些年形成的是一种很有本地特色的公司协作模式。
乘客表面上接触到的是 SMRT、SBS Transit、Tower Transit、Singapore 和 Go Ahead Singapore 这些品牌，但线路规划、基础设施建设、资产管理、服务标准和招标安排背后都有很强的政府主导。2016年起逐步推开的 Bus Contracting Model 就是典型例子。巴士资产由政府持有，运营商通过合约提供服务，重点不是谁完全拥有系统，而是谁掌握规则、标准和考核。铁路也类似， LTA 对资产和扩建有更强控制，运营商负责日常运行和服务交付。这样看，这次国庆列车和巴士就不是运营商各自做活动，而是同一套治理逻辑向下延伸的结果。连站内活动也一样，接下来1个半月，公众还可以在14个地铁站和3个巴士转换站及综合交通枢纽参加庆祝活动，包括现场表演、赠品派发和手工艺活动。你会发现，这不是单点宣传，而是跨部门、跨运营商、跨空间一起动起来。对普通乘客来说，这种安排带来的感受通常不是意识形态，而是你会觉得，为什么这里很多事情就是会一起动起来。第3层，也是最值得慢慢看的地方，新加坡把政策和国家叙事放进交通，不只是为了宣传，而是在训练一种新加坡式日常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会慢慢习惯，这个社会很多重要价值不是靠临时动员才出现，而是平时就已经被安排在生活里。守秩序、讲效率、重公共空间、接受共同规则，在关键时刻愿意配合整体安排，这些东西不是某一天突然长出来的，而是在每天的通勤、排队、换乘、看指示、听广播、接触统一视觉里，一点一点被内化。国庆主题列车和巴士就是这种机制，一个很轻但很典型的样本。它不会粗暴地要求你表态，它做的是另一件事，让你在最普通的生活路径里不断感受到我们在同一个系统里。这次官方也把信息说得很直接，希望国人守望相助，为更广泛的社群送暖线关怀。你再看装饰落点也很有意思，包括多美歌、雾落、红帽桥、雾兰、五级班让、榜鹅在内的多个地铁站会换上国庆装饰。也就是说，它不是只把节日挂在庆典现场，而是挂进你买早餐、赶上班、接孩子、回家的那条路上。为什么这种方式有效？因为它不要求所有人都情绪高涨，它只要求大多数人长期接触，逐渐熟悉，最后默认接受。这很符合新加坡治理的一贯风格，不一定高调，但一定稳定；不一定煽情，但一定持续。所以今天这条新闻真正值得看的，不是国庆列车上线了这么简单，而是它让我们看见一件更大的事。在新加坡，公共交通从来不只是把人运走的系统，它也是政策触达的界面，国家认同的载体，社会协作的练习场。700万人次的日均客流，代表的是一种非常稳定的公共接触面。LTA 主导，运营商协同，代表的是政府可以把效率和公共目标放进同一套系统。而从7月16日到8月31日，6条地铁线、10条巴士路线、14个地铁站和3个巴士转换站及综合交通枢纽一起进入国庆节奏，更说明新加坡很多治理方式都不是突然出现，而是长期放在日常里慢慢形成。你下次走进 MRT 站的时候，也可以留意一下，哪些信息是在提供服务，哪些其实也在传递制度价值。如果你喜欢这种从生活细节拆政策的内容，欢迎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你觉得新加坡还有哪些看起来很普通，其实背后很有政策意味的公共空间，值得我们继续拆解？